法治故事耐人寻味，不容错过。1998年7月的一天，大连一所高校2年级学生杨新荣兴冲冲地赶往火车站，打算回老家哈尔滨度暑假。忽然，一个江南女孩与他擦肩而过，那一瞬间，女孩飘逸的秀发和忽闪的明眸顿时射走了他的心，他竟情不自禁地回身跟着她走。女孩发觉了，回过头来警惕地瞪着他说：“你干嘛跟着我？”杨新荣窘极了，结巴地说：“我不是坏人，我是大学生。你看。”他掏出学生证。女孩见他高大英俊，又是大学生，就逗地说：“你是不是想跟我交朋友啊？”杨新荣点头不迭。经过交谈，他得知女孩名叫李冰儿，18岁，是江苏宿迁市一家印务公司的打字员，这次是来大连旅游的。两人通过 QQ 和电话热恋3年后，李冰儿辞掉工作，来到大连与男友团聚。此时杨新荣已经考上了研究生。他父母从一开始就嫌弃李冰儿，一没有大学文凭，二没有体面的工作，与儿子的条件不般配，坚决反对。而冰儿父母那边也不同意独生女儿远嫁东北。虽然双方父母铁心反对，但是一对恋人的心反倒贴得更紧了。2003年，杨新荣硕士毕业后进入大连一所高校任教。不久，他和冰儿在双方父母都拒绝到场祝贺的情况下举行了婚礼，正式结为夫妇。见父母瞧不起儿媳，杨新荣心里憋了一口气，唯恐委屈了妻子。他在心里发誓，一定要把妻子当公主一样来对待。他想向父母证明自己是幸福的。在邻居们眼中，杨新荣是出了名的好丈夫，一切家务活都是杨新荣做的。久而久之，冰儿习惯成自然，每天享受着丈夫的娇宠，也没有想过自己在婚姻中要尽什么义务。结婚半年之后，她突然向丈夫宣布了3不原则：一不动水，二不动火，三不动扫帚。杨新荣听了心里好笑，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让妻子做什么家务活。杨新荣的纵容和娇惯，非但没有让冰儿感动，反而让他内心深处的自私和虚荣像春天的野草一般滋长蔓延。不久，她又得寸进尺地向丈夫提出她的第4不原则：一辈子不要孩子。冰儿的理由是，生孩子会让她的身材变形，而且带孩子费心费力，从此不能安心玩了。杨新荣先是一怔，自己是独子，老婆的这种要求未免有些离谱吧。可是面对妻子娇嗔期许的目光，他竟然违心地回答说：“我不是那种固守传统的男人，我的父母也是比较开通的人，我会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的。”在杨新荣看来，自己绝不能跟妻子闹矛盾，否则就会让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亲友看笑话。可以说，从两人打算结婚起，他就不停地暗示自己一切顺从妻子。生米煮成了熟饭，杨家父母只得承认了现实，并出钱帮儿子在大连买了一套房子。看着儿媳没工作，只靠儿子不到2000元的工资生活，小家庭生活拮据，父母心痛儿子，多次表示要资助他们一些钱。没想到杨新荣却一再拒绝，表示自己有能力支撑一个家。李冰儿对此不理解，杨新荣严肃地说：“我父母培养我不容易，又给我们买了房子，如果连平时吃饭穿衣还要他们买单，就心里过意不去了。
再者你也知道，我父母是反对我们结婚的。你现在没有工作，如果接受他们的生活补贴，那他们对你就更有看法了。这句话无意中刺激了李冰儿，再加上成天待在家里也很闷，他决心出去找工作。不久，他找到了当售楼员的工作。他长相漂亮，又很会说话，销售成绩不错。每月底薪加提成，收入都在4000元以上。见收入超过了丈夫，冰儿很得意，杨新荣对妻子更是刮目相看。做了1年售楼小姐后，李冰儿告诉丈夫，她不想再当普通售楼员了。她刚认识一个房地产老板，想把自己开发的房子找销售公司代理，所以她打算自己开一家售楼公司，接下那单生意。杨新荣自然表示同意。为了筹备启动资金，杨新荣只好向父母借了30万元。公司成立营运1年后，有了10万多元利润。这天吃晚饭时，李冰儿提出想买一辆汽车，以方便他跑业务。杨新荣觉得不妥，说：公司尚在初创阶段，如果把所有的利润都用来买车，那下一个项目的启动资金就可能没有着落了，还是等等吧。李冰儿一听不乐意了，孩子气得把饭碗一放：那我不吃饭了，饿死算了。杨新荣马上就同意了。孰料李冰儿买车不到2个月，就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。那晚他陪客户吃饭喝醉了酒，开车回家，经过星海广场时，将一个行人撞飞了，造成对方下肢截瘫，需赔偿50多万元。而保险公司根据相关免责条例拒绝赔偿。无奈杨新荣拿出家中所有积蓄，又向父母借款10万元，才凑齐了赔偿款，终于了结此案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杨新荣没有责备妻子一句。他越是这样宠他惯他，替他承担一切，冰儿就越不懂得珍惜，反而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，越发的任性。2006年春节，冰儿兴奋地跑来告诉丈夫，她又遇到一个大买卖，如果卖完那个楼盘，可挣100多万元。然而杨新荣细细查看了这个楼盘的相关资料后，冷静地提出2条反对意见。一是楼盘的定价远远超出了购房者的期望价格，可能卖不动；二是合同条款太苛刻，一旦不能按时卖出房子，根据合同，销售公司将负责收购剩下的房子或支付巨额违约金，这风险太大了。那天晚上，杨新荣破天荒的没有迁就冰儿，夫妇俩争论的面红耳赤。最后冰儿哭了，说丈夫就是不支持她，不信任她。杨新荣的心又软了，再次做出了让步。好，我不想和你吵了，你要是真的觉得我不支持你，那我就支持你一把，失败了的话，全当替你交一回学费。果然，冰儿拿到手的房子根本卖不出去。看着妻子一天到晚愁眉苦脸，杨新荣不忍，再次站出来为他承担了一切。别拖了，撤资吧，我可以把家里的房子卖掉，支付违约金。就这样，他背着父母卖掉2位老人送给他们的婚房，来还清违约金。卖房后，夫妻俩把家搬到学校附近的一个租房里。接下来的日子平淡无奇，冰儿继续着她的售楼生意。因为冰儿的公司距离家很远，开车单程大约需要1个半小时，她经常跟丈夫抱怨，每天有很大一部分的时间都耗在路上。杨新荣也不忍心看她早出晚归，疲于奔命，就建议她住在公司，不要每天2头跑。孰料
冰儿后来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从1周几次到1个月几次，最后到杨新荣半年也见不到他。后来有邻居大妈善意的提醒他说：“小杨啊，一个年轻女人总在外边住着不安全，小两口分开久了会生分的。”甚至岳母得知情况后，害怕女儿犯糊涂，特意打电话给女婿：“新荣啊，你不能这么任由她不回家，女人宠坏了会出问题的。”然而杨新荣是一个极要面子的人，虽然心知不妙，但还是故作大度地替冰儿做解释工作，说他真的太忙，压力太大，过一段就好了。和岳母通话之后，杨新荣确实觉得应该重视这个问题了，于是他打电话把冰儿叫回来，委婉地对他说：“如果你觉得钱够花就行了，我能够养活你。如果你真的喜欢这种忙碌的生活，我不会拖你的后腿。还是那句话，我支持你，相信你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”冰儿什么也没有回答丈夫，只是安静地陪丈夫吃了一顿晚饭，当晚又离开了家。杨新荣呆呆地看着妻子驾车扬长而去，不知所措。事实上，此时的冰儿正跟一个房产公司的老板打得火热。冰儿长期不回家，旁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但杨新荣就是不愿面对这个事实。他不敢追问妻子，唯恐从他嘴里得到让他难堪的结果。在纠结时刻，他选择了去北京一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。他天真的认为分开可以给冰儿更大的空间，等他想明白了就会回心转意的。2007年，杨新荣到北京读博，他每天给冰儿打电话，冰儿总是借口有事匆匆挂掉。这年寒假，杨新荣回到了家，见到妻子第一面，冰儿就告诉他：“我明天要飞广州谈一笔生意。”看着冰儿那张熟悉而又冷漠的脸，他的心凉透了。“说吧，我们是夫妻啊，有什么不能直说的呢？”他问出了最不想问的话：“你是不是想离婚啊？”李冰儿终于点头：“你不会后悔吗？”“不后悔。”这3个字就像子弹一样射穿了杨新荣的胸膛。接下来两人开始商讨财产该如何分割。杨新荣大度地说：“我可以净身出户，但你上次开车撞人，管我父母借了10万块钱，这我得要，我得给他们一个交代。我现在手头没有那么多钱，要明年这个楼盘结款了才能给你，行吗？”冰儿同意了丈夫的建议。签完协议，冰儿却默默地哭了。杨新荣上前轻轻帮她拭去脸上的泪水，说：“傻姑娘，哭啥呀？以后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啊。”杨新荣说完了以一个丈夫身份的最后一句话。当天晚上，李冰儿就走了。出门以后，她给杨新荣发了一条短信：“老公，我想离婚，是因为，第一，我觉得我没尽到一个妻子应尽的责任；第二，我不想要孩子，对你来说太不公平了；第三，我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爱你了。对不起，没有早跟你说，我怕你伤心。”杨新荣读后回了一条信息：“第一条，我觉得不重要，因为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最好的妻子。第二条，我都跟你说了很多遍了，
不要孩子不要紧，我能劝通父母一切。第3条最重要，谢谢你能告诉我。结婚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，要是啥时候喜欢上别人，千万别瞒着我，我会放你走。现在我要兑现我的诺言。放下手机，杨新荣感觉自己被掏空了，想哭却一点也哭不出来。他想，痛到极致哭不出这句话竟然是真的。离婚后，杨新荣根本不敢出门，一直以来他努力地在亲友面前营造着婚姻幸福的形象，然而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。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最失败的男人。当得知儿子离婚的消息后，杨家父母在震惊之余打电话鼓励他振作起来，开始新的生活。可父母的抚慰反倒加重了杨新荣的思想负担。他觉得自己当初不顾父母的反对跟李冰儿结婚，结果人财两空，把父母一辈子的积蓄都搭了进去，所以无法向父母交代。长期的心理折磨和失眠让杨新荣患上了抑郁症，他经常会想到死。杨新荣也曾去看过医生，但他对抑郁症3个字极度抵触，觉得一个男子汉患上这种病真是丢死人。他偷偷服过1个疗程的药，没有见效果，便断然终止了治疗，这反而使他的病情越来越重。要命的是，杨新荣病情日益加重的时期正赶上博士论文答辩的最紧张阶段。由于心理压力太大，他的博士论文答辩没有通过，不得不推迟1年毕业。2010年3月，杨新荣灰头土脸地重返大连，接二连三的打击更让他深感人生的失败了无生趣。抑郁中，他决定结束自己这生不如死的苟延残喘。3月20号晚上，他住进了大连一家5星级酒店。自杀前，他除了遗书，还特意给宾馆工作人员写了致歉信。为了避免割腕自杀时鲜血弄脏床单和地板，他特意自带了一个中型塑料垃圾桶来盛装自己的血液。所以尽管他全身的血液流干，竟然没有一滴洒在地板上。第2天上午，服务员进门打扫卫生的时候，惊骇地发现了杨新荣的尸体。痛失爱子的沉重打击令杨父的心脏病发作，在急救室里抢救了2天2夜才脱险。记者采访李冰儿，几经周折见到了冰儿。你俩的感情基础很好，你为什么要和他离婚呢？是不是另有所爱了？对于他的死你怎么看？冰儿用面巾纸不停地拭着眼泪，轻轻地抽泣起来。我对不起他，都是我不好。他是个好男人，感情的事说不清楚，是我不配做妻子。他事事都顺着我，我觉得他有点缺乏男人的阳刚之气。有几次我是故意找茬，希望他能够反对，可他竟然顺从了我，让我觉得挺没劲的。跟他生活在一起好憋屈，可我想不到他会自杀，根本想不到。冰儿痛哭失声，毕竟2人曾经有过真心相爱的过去，他又何尝希望他去死啊？好，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。